男孩一觉醒来，就发现自己被上百个少年包围。奇怪的是，他失去了所有记忆，他惊慌失措地逃跑，却摔倒在地。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了，四周全是高耸入云的厚重围墙，他们被关在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中央。小帅看到通往迷宫阴森的铁门，爬满墙壁的藤蔓好像在召唤他。他刚要走过去，就看到一群人拿着5米长的木杆，不顾一个中了毒的男孩哀求，用力地将他推进了迷宫。接着，巨大的铁门就轰然合上。原来这个男孩负责在迷宫中绘制地图，却不幸在白天被怪物刺中。少年们害怕他的病毒，只能狠下心将他推进迷宫。而凡是夜里留在迷宫的人，结果只有一个，就是被出没的怪兽撕烂。看到这里，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太狠了？第二天早上，大门准时开启，绘制地图的人再次出发。可这一次已经快到傍晚，他们还是迟迟未归。所有人都来到大门前，紧张的等待。一股阴风吹过，大门开始缓缓关闭。原来是有人受伤，耽误了速度。少年们焦急地大喊快跑，可两人眼看已经跑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小帅突然钻进了铁门，在即将碾成肉泥的最后一刻，他险险地爬进了迷宫。男孩骂他这是自寻死路，可小帅没管那么多，他实在无法见死不救。远处传来了怪兽出没的声音，他们赶紧带着伤员躲起来。男孩很绝望，他比小帅先来了3年，没人能活着离开这里。小帅突然看着藤蔓，灵机一动，他们将伤者拽到半空中，就在准备固定好藤蔓时，怪兽还是出现了。男孩对他有着深入骨子的恐惧，扔下小帅撒腿就跑。小帅没办法，只能躲在藤蔓下不敢出声。躲过一只怪兽，他赶紧固定好伤员。又一只怪兽出现在头顶，小帅吓得撒腿狂奔，最后被怪物堵进死胡同。他一个助跑爬上了墙壁，顺着藤蔓往上攀爬，怪兽也紧随其后，追到一条断路。小帅把心一横跳了下去，但还是被怪兽追上。趁怪兽被藤蔓缠住，小帅侥幸逃脱，跟男孩会合。可小帅发现迷宫的墙壁在不断的变换位置，他突然不再逃跑，男孩拼命呼喊他，他却只是看着身后，等着怪物追来。果然，怪物看到小帅后，暴躁的咆哮，开始朝他冲刺。小帅引着他来到移动的墙壁，开始拼命狂奔。第二天一早，大门缓缓开启，少年们不抱任何希望，都纷纷离开了门口。可一回头，他们都愣住了，3个人竟然活着走了出来。听说他们杀了怪物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可有些人却不干了，他们认为小帅打破了这里的规则，会给少年们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。就在大家争论不休时，空地中央的铁笼再一次升起，这一次送来的不仅有补给，竟然还有一个女人。男孩们都双眼放光，可下一秒却都表情凝重。原来女孩手里还塞着一张纸条，上面说她将是最后一个，还留下一串暗语，那就是在键盘上打出2374。快看看线索到底是什么。他们被困在这个巨大的迷宫中央，花费3年时间绘制地图，却仍然没能走出去。所有人都被消除了记忆。可女孩突然惊醒，她叫出了小帅的名字后再次晕过去。小帅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决定再次深入迷宫去探查。他笼络几人跑进了迷宫，再次看见了被他夹死的钢铁怪兽。在怪兽的尸体上，他们发现有灯光在闪烁，几人合力将怪兽的铁腿撕下来，里面竟是钢筋电线连着血肉，恶心至极。他们从里面掏出奇怪的仪器，上面显示着数字7。几人带着仪器回到空地，男孩给小帅看了他们绘制的地图，因为地图每晚都会变化，他们偶尔会看到一些数字。男孩觉得这个仪器一定跟地图有关。就在此时，昏迷的女孩醒了，她同样失去记忆，却唯独记得小帅的名字。女孩对他放下警惕，在他衣兜里拿出了2支药剂，上面印着的字母跟仪器上一模一样。他们拿着药剂找到被怪兽刺中的伤者，想要死马当活马医。正巧伤者凶性发作，他们赶紧将药剂打进伤者身体，果然伤者马上安静下来，看来药剂真的有用。第二天一早，小帅再次跟随男孩进入迷宫，他们一路狂奔，来到迷宫最外围，顺着墙上大大的数字去寻找数字7，来到了一片巨大的剑阵，手里的仪器却突然有了反应。小帅发现他像是在指路，两人跟着指引，竟然来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地方。刚到达铁门前，仪器就从红光变成绿光，身后的大门随之开启，看来这才是迷宫真正的出口。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，黑暗中就出现一道射线，竟然是怪兽的声音。他们撒腿就往回跑，
剑阵也开始变换阵型，两人在不断关闭的剑阵中差点走散。好不容易汇合，前方又有石墙平地而起，一道巨大的石桥砸落在地，两人拼尽全力，终于在最后一刻逃回原本的地图。他们把出口的事情告诉大家，这时伤者也醒了过来，但他仿佛恢复了记忆，还说这一切都是小帅的错。小帅一脸懵逼。就在这时，围墙四面的大门突然一反常态，全部打开，无数只怪兽从大门内汹涌扑进来，他们没有任何防御武器，只能四处逃散，却仍然躲不过强大怪兽的袭杀，瞬间就死伤过半，就连刚清醒的伤者也被怪兽拖走。一个男孩一拳砸向小帅，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小帅惹出的祸。小帅也很自责，他突然将仪器朝自己身上捅去，瞬间昏倒在地。其他人见状，赶紧拿出剩下一支药剂解救他。一瞬间，他的记忆完全恢复。当他再次醒来，跟所有人说出了真相。原来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测试，他和女孩则是负责观察他们的工作人员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觉得这种做法太过残忍，才决定叛离组织，来到这里解救他们。但这一切都不重要，当务之急就是一起逃出去。可此时，一个男孩已经夺取了掌控权，他们将女孩绑在木桩上，想要将他们献祭给怪兽，用来换取平安。小帅趁人不备，突然发难，几个相信他的同伴也同时抱起伤人，选择追随小帅。他们决定穿过迷宫逃离这里。在小帅的劝说下，不断有人来到他们身边，宁死也不愿在这里度过余生。可首领还是执迷不悟，依旧选择窝在这里。众人穿过剑阵，再次来到大门，他们朝怪物冲了过去，拿自制长矛跟怪物搏斗。仪器被打到远处，胖男孩赶紧过去捡起，好不容易抓到手，却发现下面又爬上一只怪物。众人刚将一只怪物捅下深渊，另一只就已经来袭，他们赶紧去打开门，里面竟然需要密码。小帅联想到迷宫移动的顺序，赶紧让画地图的男孩念出数字。此时他们已经折损10多人，众人眼看同伴被吞噬，也别无他法。危急时刻，密码终于输入完成，大墙开始不断砸落，怪物被砸成肉泥。他们开启铁门，来到一个看不见边的走廊，走了很久，再次穿过一道门，眼前的一切让他们惊呆了，到处都是穿白大褂的尸体，这里好像经历了一场屠杀。来到研究大厅，监控录像依旧亮着，画面上正是他们生活了3年的地方。原来他们一直被监视。一位博士的录像突然出现，向他们解释了原因。原来地球遭遇了灾难，人类已经所剩无几，到处都是有着剧毒的怪物。这些被选中的孩子就是未来要去消灭怪物的人。大门再次开启，是那个不愿意走出的首领，他神志不清，显然已经被怪物刺中，举枪就要朝小帅射击。危急时刻，男孩飞起一枪射中他的心脏，众人终于脱离危险。就在这时，全副武装的一拨人出现，将他们救出了这里。他们也第一次看到了迷宫的全貌，但他们不知道这才仅仅是个开始。他们走后，被杀掉的博士醒了过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假象，等着他们的将会是更严酷的测试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进入这样的迷宫，会选择保守治疗，还是选择积极去迷宫探索呢？